空腹走路和饭后走路，燃脂效果能差30%，控血糖效果能差更多。同一种运动，只因为时间选错了，身体收到的指令就完全不同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会把身体里的2套系统拆给你看，看完你会发现，走路这件事儿根本不是走得越多越好，而是走得越对越好。如果你最近在减肥控血糖，或者只是饭后总犯困，这条内容值得你看到最后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会持续用科学帮你拆解日常里的健康密码。先来看空腹状态，你的身体像一座24小时运转的智能工厂，空腹走路等于给工厂发了一条指令，没有新货进来，但需要能量。这时候胰岛素这个储存管理员浓度很低，脂肪细胞不再被看管，同时胰高血糖素这个开锁师傅被唤醒，专门打开脂肪仓库。你迈开腿，肌肉喊饿，胰高血糖素立刻启动脂肪分解，甘油三酯被拆成游离脂肪酸，送进肌肉和心脏的线粒体发电厂，烧成 ATP， 也就是你身体的能量硬币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发现，空腹做中等强度有氧运动20到30分钟后，会进入脂肪氧化高峰期，燃脂效率比饭后高出20%到30%。你的肝脏也会帮忙，把储存的糖原拆成葡萄糖支援肌肉。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关键是，饭前走路不光燃脂，还在悄悄提升胰岛素敏感性。空腹运动时，肌肉细胞里的糖原被消耗，像把橱柜清空。等你吃下一餐，肌肉会像干海绵一样猛吸血液里的葡萄糖，餐后血糖峰值更低，胰岛素分泌更少，胰腺也能休息。糖尿病护理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一组超重人群，发现早餐前快走30分钟的人，12周后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明显下降，效果比饭后走路的人更好。我说个真事儿，我朋友老张52岁，偏胖，空腹血糖到了糖尿病前期，他选了早晨空腹快走，刚开始走10分钟腿发软，坚持3个月后，空腹血糖从 6.7 降到 5.9， 体重掉了8公斤。老张自己都感叹，没想到走路的时间点差别这么大。空腹走路还会提升去甲肾上腺素，这种激素帮你动员脂肪，还让你更清醒更专注。这是进化留给我们的本事，远古人类饿着肚子找食物，身体会自动提高警觉。很多人早晨空腹走完，发现思维比刚醒来时还清晰，这不是错觉，是神经化学的真实反应。再看饭后走路，完全是另一套程序。你刚吃完饭，胃里装满了，消化系统全力运转，这时候开始走路，身体会专注处理刚进来的食物，食物进入胃和小肠，血糖上升，胰腺分泌胰岛素，胰岛素像血液里的交通警察，把葡萄糖引导到肌肉、肝脏和脂肪细胞。但你如果饭后坐着不动，肌肉细胞对葡萄糖需求很低，大门半开半关，大量葡萄糖只能涌向脂肪细胞，变成脂肪存起来。这就是很多人吃的不多，但体重控制不住的原因。如果你饭后15到30分钟开始走路，肌肉一收缩，会立刻打开葡萄糖转运蛋白通道。这些通道像细胞膜上的专用入口，肌肉甚至不需要太多胰岛素帮忙，就能主动从血液里吸走葡萄糖。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，让2型糖尿病患者每餐后走10分钟，持续2周。结果餐后血糖峰值平均下降 12%， 晚餐后效果最明显。连续血糖监测显示，饭后走路的人血糖曲线更平缓，没有过山车式的急升急降。血糖剧烈波动时，血管内皮细胞会遭受氧化应激攻击，像被微型炸弹反复轰炸，长期下来血管壁损伤，动脉硬化风险增加。饭后走路削平血糖峰值，减少氧化应激，保护血管。再讲个历史案例，19世纪末，德国医生冯·伯格兰他自己有糖尿病，发现每次饭后散步半小时，尿糖明显减少。在没有胰岛素的年代，这几乎是糖尿病患者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。他把观察写成论文，成为最早系统描述饭后运动对血糖影响的医学文献之一。100多年前的发现，今天被科学反复验证。饭后轻度走路还能温和刺激肠道蠕动，像给肠道做轻柔按摩，帮助消化。但注意，是轻度到中等强度，不能剧烈运动，否则血液会跟消化系统抢资源，导致消化不良甚至胃痉挛。
现在对比一下两者核心差异。饭前走路的核心优势是燃烧脂肪和提升代谢灵活性，也就是身体在不同能量来源之间切换的能力。代谢灵活性高的人，无论刚吃完饭还是空腹几小时，能量和头脑都稳定。代谢灵活性差的人，饿一点就头晕，吃一点就犯困，血糖波动大。饭后走路的优势在于血糖管理和心血管保护。如果你想控制体重，预防或改善糖尿病，饭后站起来走10到20分钟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效果就很明显。我接触过一个真实案例，26岁女性，多囊卵巢综合征，伴有胰岛素抵抗。医生说不干预的话，未来10年2型糖尿病风险很高。她每餐后走路15分钟，配合饮食调整，半年后胰岛素抵抗指数从 3.5 降到 2.1， 月经周期也恢复正常。她说最难的不是走路，而是打破饭后坐着刷手机的习惯。必须破除3个常见误区。第一，认为空腹运动会导致肌肉流失。不用担心，只有长时间超过60到9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，并且糖原完全耗尽时，身体才会显著分解肌肉蛋白。30到45分钟的中等强度走路或慢跑，肌肉是安全的。第二，认为饭后必须静坐半小时，否则胃下垂或消化不良。轻度走路不会干扰消化，反而有助于胃排空和肠道蠕动。需要避免的是饭后立刻剧烈运动，比如跑步或高强度间歇训练，但慢速到中速步行完全没问题。第三，认为只要走路就一定能减肥，不管时间，任何活动都比久坐好，但目标不同，策略不同。想最大化燃脂，饭前走有优势；想控血糖和减少脂肪合成，饭后走更有针对性。减肥本质是长期能量负平衡，光靠调走路时间不够，还需要整体饮食和运动计划。再说边界和风险，饭前走路不适合所有人。如果你有低血糖倾向，或正在吃降糖药、打胰岛素，空腹运动可能导致血糖过低，出现头晕、心慌、出冷汗，甚至晕厥。糖尿病患者尝试前必须咨询医生，随身带糖果或果汁。有胃溃疡或胃食管反流的人，空腹运动可能加重胃酸刺激，饭后走更安全。孕早期和孕晚期也要谨慎。饭后走路也有注意事项，严重心血管疾病患者，饭后血液集中到消化系统，心脏负担已经增加，再去运动可能让心脏吃不消。有胃清瘫或严重消化功能障碍的人，饭后立刻活动可能加重症状。腹部手术后要等伤口愈合，无论饭前还是饭后，都要保持中低强度，标准是能边走边轻松说话，走太快心率飙升就变成跑步训练了。身体反应完全不同，那到底怎么选？看你的目标、身体状况和生活节奏。想提升燃脂效率，改善代谢灵活性，又没有低血糖或胃病，早晨起床后空腹走路很好，先喝一杯水，走20到40分钟，再回来吃早餐。主要目标是控血糖，预防或管理糖尿病，或者你饭后容易犯困，血糖波动大，那就饭后走。每餐后，尤其是午餐和晚餐后，走10到20分钟，能明显降低餐后血糖峰值，减少胰岛素分泌压力，长期能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。最理想的是把两者结合，早晨空腹走30分钟，早午晚餐后各走15分钟，既能燃脂又能优化血糖管理。记住，循序渐进，从每天10分钟开始，慢慢加到20分钟、30分钟，让身体适应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维度，昼夜节。绿早晨皮质醇水平较高，这种激素帮你清醒和动员能量，所以早晨空腹运动更容易被身体接受。晚上胰岛素敏感性较低，晚餐后血糖更容易飙升，所以晚餐后走路控血糖效果最明显。你的肠道微生物也会受益。规律运动能改善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组成，健康的菌群反过来影响代谢、免疫甚至情绪。另外，饭前走路还会影响食欲和食物选择。研究发现，适度空腹运动能降低饥饿素水平，同时提升一种叫 PYY 的饱腹感激素。也就是说，空腹走路后，你不仅不会因为运动而吃更多，反而更容易做出健康选择。饭后走路还有一个隐藏好处，改善睡眠质量。晚餐后散步能降低餐后血糖峰值，减少夜间血糖波动，从而提高深度睡眠质量。很多失眠患者发现，养成晚餐后散步的习惯后，入睡更容易夜间醒来的次数也减少了。
回到本质，饭前走和饭后走的区别，其实是你的身体在不同代谢状态下灵活调配能量，管理血糖、保护器官的能力。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，而是一个你可以根据当天情况灵活调整的工具箱。比如早餐吃的丰盛，饭后走15分钟；午餐吃的少，下午3、4点有点饿，这时候出去走一走，反而激活脂肪燃烧。晚上有应酬大餐，饭后立刻散步20分钟，能有效抵消那顿饭带来的血糖冲击。你的身体不是一台僵化机器，而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系统，你给它什么输入，它就做什么调整。走路这么简单的动作，只因为时间点不同，就能触发完全不同的生理反应链条。这是进化送给你的礼物。从明天开始，选一个适合你的走路时间，坚持下去，你的身体会用它的方式感谢你。如果你觉得这条内容有用，点赞订阅，我会继续用前沿科学帮你做出更聪明的健康选择。